Kacetibo Sila ng tissue yeah. Peace. Oh my god. I can imagine 啊。几位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的女性网红，这几位女士来中国旅游，那可不是来赏景的，她们是带着剧本来的。在景区排队那叫一个呆马，捂鼻翻白眼，用马来语对着路人指指点点。他们本来以为这套操作在外网上发出去，配上点煽动性的文案，妥妥的流量密码到手。结果呢，流量是到了，不过是耻辱流量，钱也挣了，挣的是被全世界摁在地上摩擦的社死费。最讽刺的是什么？他们还没来得及享受网红的快感，就被自家的马来西亚同胞反手一个背刺。马来西亚网友那叫一个大义灭亲，直接在网上向中国人民道歉。这场跨国闹剧活脱脱演成了一场素质探测仪。今天咱们就借着这出小丑戏，扒一扒某些人骨子里那种揣着明白装糊涂的傲慢与双标。我是白饭大招，欢迎来到老五知。这几位从马来西亚远道而来的女性网红朋友们，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很多人看完视频只停留在表层愤怒，这群网红素质太低，不懂尊重。少数人浅尝辄止，感慨几句网络双标、外媒偏心。但今天咱们不做流于表面的情绪宣泄，我换3个普通人看不到的视角，结合中国古训来拆解整件事的底层逻辑，撕开网红主力的丑陋内核，扒透外媒双标洗地的底层算计，最后落实出给出游客、平台、普通人3方都能用的长效解决方案。先把话放前边，林子大了必有歪木。这件事从来不能代表全体马来西亚民众。中马民间长久以来的友好往来、免签互通的温情，不该被几个唯利是图的网红玷污。论语有言：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我们批判的从来不是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而是丢掉教养、唯流量至上、刻意制造族群对立的投机者。先完整还原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很多碎片化刷短视频的观众只看到片段，根本不知道这群网红从头到尾都是有预谋、有剧本的系统性抹黑，绝非一时口无遮拦。事发地点是国内一处常年爆满的热门景区，节假日游客扎堆儿，所有人都自觉排队等候观光接驳车，秩序井然。就在队伍安静有序的前进时，队伍里几名马来西亚女网红瞬间开启戏剧化表演模式，全程死死堵住口鼻，翻着大白眼，肢体动作极尽嫌弃，用只有他们内部能听懂的马来语高声喧哗，出言羞辱身边排队游客。他们反复重复带有轻蔑、贬低意味的词语，镜头全程隐蔽，对准身边路人，专门锁定队伍里的老人、孩童这类毫无防备、弱势的普通百姓，近距离偷拍。不少路人听不懂马来语，只觉得这几位游客举止怪异，态度轻佻，压根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网红博流量的道具人。他们这套操作的底层算盘打得精透，一来利用语言壁垒，当面羞辱，不用承担当场对峙的风险；二来专挑老人、孩子拍摄，在外网舆论环境中弱势群体被冒犯的桥段天然具备爆点，很容易煽动片面偏见，吸引极端流量；三来全程刻意放大负面情绪，全程记录所谓不是体验，攒够一整趟旅行的黑料，统一剪辑输出。排队时推搡路人，险些撞到年迈的老人，是他们突破文明底线的第一重过错。仅仅口头羞辱尚且是素质缺失，当众粗暴推搡他人已经触及扰乱公共秩序、威胁他人人身安全的红线。整趟中国之行，他们的恶意挑衅贯穿全程，绝非单一景区偶然失态。外出乘坐网约车，上车立刻隐蔽开启录像，私下用马来语大肆吐槽司机体味，甚至在订单评论备注里公开贬低。Hidup malah nak mandi, gampang ke tu tau. Mandinya pakai deodoran. Dah pakailah deodoran. Aduh, kau kena beli tau deodoran laki aku. Busuk. Busuk. 我不要，我不知道。 Lagi dia bawa kau balik rumah je kau tahu. Ai ni不是因为你的梦。对呀。Aku sini je. Nasib baik dia. Weh, nasib baik dia tak busuk Dia tak busuk. Dia wangi. Dia tak busuk. Kalau yang tadi tu busuk. 嗨。
Hello. Hello. Wow, you are so handsome. 乘坐国内列车呢，专门拍摄车厢内普通乘客，剪辑负面片段，吐槽国人吵闹。走到任何公共场所，无时无刻不在挑刺儿，找负面素材，全程抱着寻找黑点、放大矛盾的心态来旅行。很多观众看完第一反应很生气，但这里藏着一个刁钻视角。旅游的本质是双向包容，而这几位网红从踏入境那一刻起就带着预设的负面滤镜，他们不是来体验风土人情，而是带着抹黑任务来采风的。一切所见所闻都被刻意曲解、丑化。没过多久他们剪辑完成的视频在外网平台上线，本以为能收获大批极端粉丝追捧，坐等流量变现。可天网恢恢，精通马来语的翻译爱好者逐条拆解视频原声，把他们嘲讽、鄙夷、贬低中国游客的完整话术翻译成中文，完整视频流回国内社交平台，瞬间炸开舆论，全网怒火燃起。本以为这群网红会心生愧疚，出面道歉澄清，可他们的操作直接刷新大众认知下限。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没有半句反思悔改，反而发布强硬声明，倒打一耙。他们将两国网友基于事实的指责污蔑为恶意诽谤、网络造谣，宣称网友评论损害自身网红名誉，甚至放出狠话，已经聘请律师，准备起诉所有转发评论这件事的普通网民。这里形成极具讽刺的强烈反转，当众出言羞辱路人，偷拍侵犯他人肖像权，推搡老人，扰乱公共秩序的时候，他们完全无视规则、法律、公序良俗。等到恶行曝光，全网声讨，立刻搬出法律当挡箭牌，妄图用诉讼压制大众正义的发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新加坡联合早报下场洗地，让整件事的双标底色暴露无遗。这也是第二个极少有人深挖的视角。这家媒体平日里在本土大力鼓吹多元包容，严令禁止任何挑拨族群、地域对立的言论。但凡民众发表轻度调侃言论，都会从严处置。可面对几名网红跨国羞辱普通中国人，蓄意制造对立的完整事实，报道刻意回避偷拍、推搡、恶意炒作全部核心过错，只片面截取网红所谓的个人不是感受，高举言论自由大旗，为失德行为洗白。字里行间嘲讽发声维权的中国网友，刻意放大中马民间矛盾，双重标准贯穿整篇报道，对内严苛，对外双标。针对中国相关议题，习惯性戴着有色眼镜评判，早已是部分外媒固化的舆论套路。六韬有言，君子乐得其志，小人乐得其事。君子判断是非坚守公允，小人判断事实只会贴合自身立场，选择性裁剪事实。这家媒体此番报道完美印证古人对狭隘利己者的总结。整件事中最让人暖心也最打网红脸面的反转，来自马来西亚本土普通网民。绝大多数大马民众完全没有因为涉事者是同胞就盲目偏袒，反而率先站出来大义灭亲，在海外社交平台怒斥几名网红粗鲁无礼、素质低下，直言他们的行为丢尽马来西亚的脸面，连累所有来马来西亚的游客，损害本国整体对外形象。大量理智大马网友主动跨越平台，来到国内社交评论区，诚恳向被羞辱的中国游客致歉，清晰划清界限。所以少数网红的极端傲慢，完全不能代表马来西亚普通人友善包容的本心。这一幕恰恰印证了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分国籍、明理、支持，是刻在普通人心里的底线。绝大多数人看这件事还停留在网红没素质、外媒双标浅层观点。今天我再拿3个核心角度剖析流量乱象背后的人性与规则。视角1：可笑的生理双标，偏见源于无知。整件事最滑稽、最经不起推销的核心槽点，就是这群网红拿景区游客有汗味作为羞辱、嫌弃国人的核心理由。可生理常识直接撕碎他们的片面偏见。这里藏着第一层认知盲区。从人种生理结构来讲，东亚人权基因决定大汗腺发育微弱，先天体味极淡，是全球公认体味最轻的族群。反观东南亚、欧美人群，受气候、基因影响，绝大多数先天体味偏重。当地商超货架大面积摆满止汗露、香体喷雾、香水，是当地人日常出门必备用品，用来遮盖先天体味。尤其盛夏高温，景区人流密集，排队数小时，闷热出汗，
产生轻微汗味是人类共有的生理现象。无论吉隆坡、巴黎、美国迪士尼、夏季热门景区，全部同理，和个人卫生洗澡频率毫无关联。一群需要常年依靠香氛遮盖自身先天体味的人，跑到天生体味清淡的中国，指着普通游客大肆嘲讽嫌弃，这般双标堪称掩耳盗铃。很多人只当这是小事儿，实则暴露当下网络流量催生的病态心态。为了制造冲突爆点，刻意放大无关紧要的细微差异，上升到人身羞辱，靠贬低他人抬高自己，完全丢掉古人推崇的自省修身之道。第二个视角，流量资本催生了对立型网红，逐利之心消散教养。为什么越来越多境外博主刻意来华制造对立，炒作负面素材？根源是海外短视频平台的流量算法，仇恨、对立、冲突内容更容易获得推送。播放变现滋生一批制造族群矛盾为生的投机网红。这群网红从头到尾所有行为都是一套成熟的流量剧本，定点偷拍弱势群体，刻意放大负面感受，用小众语言隐蔽羞辱，剪辑对立片段输出外网收割流量。在资本流量的诱惑面前，礼仪、尊重、跨国民间友好全部可以抛弃。道德经第44章写道：民与身孰轻，身与祸孰多，德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贵，多藏必厚亡。名利和自身德行哪一样更值得珍惜？过度追逐虚名流量，必然损耗自身的品行，一味囤积流量红利，最终只会自取灭亡。这几名网红就是典型的案例，一心追逐外网虚名，变现收益，不惜践踏文明底线，冒犯异国民众，看似短期拿到视频流量，可真相曝光以后，两国网友集体抵制，个人口碑彻底崩塌，后续旅行、直播、商业合作全面崩盘，正是古人所言多藏必厚亡的真实写照。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类对立型网红正在形成模仿风潮，只要平台算法依旧偏爱冲突内容，就会不断有人铤而走险，靠抹黑挑事博取关注。这也是整件事件带给所有游客、平台从业者的重要警示。视角3，部分外媒选择性公正，舆论套路本质是狭隘立场先行。联合早报此番偏向性报道，绝非单一编辑的个人观点，是长期针对中国议题形成的立场先行报道痕。对内维护本土族群稳定，严格管控一切对立言论；对外针对中国相关事件，主动裁剪事实，弱化过错，放大单方面说词儿，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引导负面导向，刻意离间中马民间友好关系。六韬明传有言：见善而待，识之而宜，知非而处，此三者道之所指也。明知道网红偷拍、辱人、推搡老人是过错，却刻意淡化回避；明知片面报道会挑拨两国民众感情，依旧坚持发布偏向性内容；明知是非却刻意混淆，便是失去公允道义。真正客观中立的媒体评判事件会完整罗列全部事实，不会为了贴合固有立场删减关键过错。而立场先行的媒体永远只会挑选符合自身导向的片段叙事。大众只要读懂这套底层逻辑，今后再看外媒相关报道，便能自动分辨其中的偏颇与误导，不会被片面文字带偏情绪。梳理完整件事实，拆解深层视角以后，我们落脚到3个藏在闹剧下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现实痛点，也是普通人看完这件事后内心压抑、感到不适的根源。痛点1，语言壁垒正在成为部分投机者冒犯他人的保护伞。越来越多境外游客、博主利用当地民众听不懂本国语言，背地里肆意嘲讽、贬低路人，认为对方听不懂就无需承担道德约束。这种行为本质上欺软怕硬，依靠信息差暗中冒犯，缺少直面他人的坦荡，违背跨文化出行最基础的尊重准则。古人讲慎独，独处无人知晓时更要坚守本心。何况你身处异国，一言一行代表自身与本国的形象，背地里恶语伤人，恰恰是无法慎独的体现。痛点2，免签互通带来的文旅红利，善意不该被流量投机消耗。近几年中马互免签证落地，两国游客互访量暴涨，中方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景区配套、交通便利度，拿出大国包容诚意，迎接东南亚各国游客。这份敞开大门的善意是两国民间长久友好沉淀而来。可少数网红把包容当成肆意挑衅的底细，消耗大众的善意换取流量，长久下去会逐步消耗民间的好感，伤害正常文旅交流。
礼记讲往来而有礼，天下和乐，双向礼貌尊重才能维系跨国往来的和谐氛围。单方面索取包容，输出恶意，必然打破平衡。痛点3呢，网络维权门槛不对等，普通人发声易被网红资本压制。整件事中极具讽刺的一点，网红主动侵犯路人肖像权，当众侮辱群众，过错方反而手握资源聘请律师，扬言起诉所有普通发声的网友。现实网络环境里，普通人面对网红自媒体的资本优势，维权澄清成本极高，过错的一方反而能用法律工具压制大众正义讨论，规则使用的失衡，让很多网友感到无力憋屈。这也是全网集体共情声讨网红的核心原因。同志们，《资治通鉴》里有一句话：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一个人有才华不可怕，一个人有流量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拥有流量却失去了德行。今天这场闹剧表面上看是几个网红翻车，实际上翻车的是傲慢，是偏见，是为了流量不择手段的投机主义。他们以为自己在记录中国，殊不知镜头最终记录下来的恰恰是他们自己。他们以为自己在审视别人，殊不知全世界都在审视他们。他们以为语言是护身符，殊不知互联网时代最大的真相就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儿，摄像头面前也没有秘密。古人云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真正高级的人看见不同会先理解，真正成熟的人面对差异会先尊重，真正文明的人走到哪里都不会把自己的优越感凌驾于别人头上。孟子有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人与人最大的区别从来不是肤色，不是语言，不是国籍，而是能否守住心中的那条底线。所以这场闹剧看到最后，最丢人的不是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有无数正直善良的普通人；最丢人的也不是中国，因为中国展现出了应有的包容跟克制；最丢人的永远只有那些把流量看得比教养重要，把点击率看得比人格重要，把挑拨离间当成生意的人。互联网从不缺流量，但流量终究会过去，热搜终究会消失，唯有一个人的品格会像影子一样跟随一生。我是不爱放大招，点赞关注，下期再见。